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电动汽车电池成本下降，预计将降低电动汽车价格，弥补与燃油汽车的成本差距，提振汽车制造商需求。电池占电动汽车生产成本的1/3至1/4，预计2024年全球均价将下降23%，2025年再下降20%。让我们关注，尽管美国人知晓领取社保金的时间，但对于自身福利水平知之甚少。延迟领取社保金至70岁可获得延迟退休积分，每延迟1年，福利增加约8%。但提前领取社保金且未达到退休年龄时工作，可能会超过收入限制，导致福利暂时减少。下一条，自2年多前风险投资达到峰值以来，创业企业陷入困境。对于女性和少数族裔，他们只占提出想法或开支票的一小部分。为初创企业和新想法筹集资金尤其具有挑战性。接下来这条 Concrete 的搬迁预示着纽约数字资产领域的复苏。10多家加密公司已在今年开设或计划开设办公室。因加密行业的复苏和对加密货币态度的转变，硅谷已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。接下来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减持苹果股票。华尔街专家认为这只是风险管理，不代表对苹果增长持悲观态度。苹果近期业绩回暖， AI 功能将促进 iPhone 销量。减持后，苹果仍为伯克希尔的重仓股。让我们关注，萨姆规则表明失业率上升可能预示经济衰退，但美联储认为这是一个统计规律，并非必然发生。经济学家指出，目前失业率上升可能是由于疫情引发的劳动力供应异常，而非衰退的迹象。分析经济时，不应依赖单一指标，因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可能受到异常因素的影响。让我们关注 Neural Inc 成功为第2名脊髓损伤患者植入设备，使患者可以通过思考使用数字设备。该公司计划今年为另外8名患者植入设备。接下来这条 Yelp 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用户体验，包括提供 AI 摘要和连接消费者与服务提供商的 AI 助手。AI 帮助 Yelp 挖掘用户评论数据，并以个性化方式呈现信息，同时保持评论的真实性。Yelp 将 AI 应用于搜索意图定义、结果呈现和用户连接等各个阶段。下面这条，埃隆·马斯克认为美联储应该降息，并且批评此前没有降息的决定。美联储表示可能在9月会议上降息，部分考虑到最近疲软的数据。下一条，食品巨头马氏正在考虑收购零食制造商凯洛纳，此次交易将成为包装食品行业有史以来最大交易之一，考验美国监管机构允许行业整合的意愿。下一条，受劳动力市场走软影响，未经美联储降息，本周抵押贷款利率大幅下降，10年期收益率接近关键支撑位 3.80%。若经济持续疲软，可能跌破该水平。抵押贷款利差改善也有助于抵押贷款利率下降。购房申请数据波动，但受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影响，近期有所增长。让我们关注漫威大片《死侍2：金刚狼》上映10天，以$3.956亿的票房超越《耶稣受难记》，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2级电影。下面这条，沙特阿拉伯将旗舰原油对亚洲的售价提高了$20，这是3个月来首次上调，表明该国对世界最大进口国的需求充满信心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商务部计划禁止在 L3 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件，以及禁止包含中国先进无线通信模块的汽车在美道路上行驶。最后这条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幅出售苹果股票，持股量减半，价值下降约50%至$842亿。主席巴菲特表示，出售部分股票是为了降低市场波动风险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